署长，请。有件事我要问你啊，最近谢振宇是不是变化很大？比如说，他在很多的事情上，都不再非要争那个最好的一个。不，在事关每一次是非、每一次突破中，他跟于涛一样，都能走到队伍的最前面，去做最好的那一个。那他现在在你的眼里，你认为他和于涛相比，谁更厉害一些？首长是想听实话吗？当然听实话，我什么时候让你讲过假话？实话说，也就差那么一点点，也就那么一点点。你们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我们打算用半个月的时间，来熟悉航母的航迹，来熟悉它跟其他类似吨位的大型船舶的航迹有什么不同。什么船都有航迹，好像不能只靠这个方法找到我们的大船，这个方法不行。同意。熟悉在各种气象和海况条件下它们的航迹的差异，把它印在脑海里，养成瞬间的习惯反应。等这一切都完成了，我们就向首长报告，来实施捉奸是非。不行，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自有我的道理。等你们完成了第03科目是非之后再说。还有什么事吗？其他的没有了，只是不明白首长为什么不同意我们立即转入捉奸是非。我们已经都等不及了。因为你们还没有完成第03科目是非，就算完成了，还要有一个熟悉海上环境和航母捉舰平台的过程。你们现在在陆地上已经完成了模拟平台的着舰和起飞的训练，但是到了海上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陆地上的模拟平台它是静止的，可是在海上，航母着舰甲板是在不停的运动中的。第一，它必须在高速航行的状态下，才能让舰载机逆风着舰和起飞。第二，航母在航行时时刻在向上下前后左右6个方向颠簸起伏。即使是逆风航行，风大风小，由航母斜向甲板产生的侧风，由舰岛产生的回旋风，还有航母在航行时舰尾形成的尾气流，这都会对你们着舰和起飞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从现在起，到你们在海上，在真正的航母上的着舰和起飞，路还长着呢。儿子，有感觉吗？妈妈，你摸摸。好像温度比之前又热了一点。真的吗？嗯，妈妈，我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好起来啊？对啊，当然有可能了。我们一起努力，你一定要有信心啊。嗯。妈妈，我最近对中医很感兴趣，我根据古书的经方写了一套药方，您能帮我去拿一下药吗？你自己开药方？您要是不放心的话，就拿着这个药方去问一问中医院的医生，如果他们觉得可以的话，那就可以试试。你又没学过中医，哪来的基础啊？别胡闹啊！妈妈，在现代医学上，我是一个无解的题，但我可以根据中医的理论去试一下。您说过，我们要有信心，尤其这样等着，还不如试一下。好，妈妈看看。桂枝、牛膝、生附子。桂枝可以温通经脉，治疗关节麻痹；牛膝可以补肝肾，强筋筋骨。妈妈，您要是不放心的话，就直接去问医生吧。行啊，儿子，你都研究上中医了。行，只要你不放弃，妈妈就更有信心了。改天我去问问医生啊。好。
我这来了一上午了，怎么没见刘主任？哦，我已经让人去请了。哦，首长，哎，主任来了。首长，你这个刘主任啊，我来了你也不来见见我，我的工作就那么不重要吗？首长来了不喊我，我怎么好来打扰？您喊我一定是有任务，您就说任务，我立即执行。任务是有，你们一直在做，而且很有成绩。下一阶段的任务更重要，尤其是秦大帝，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我听说你亲自做他的医学支援。是的，秦大帝同志是归我管。啊，那就好。他们已经撑了8个多月了，现在一切正常。下一阶段我们就要总攻了。他既是指挥员，又是第一突击手，你要继续做好他的医学支援，任何试飞员都不能出问题，尤其是他。我拜托你了，给你敬礼。是，首长放心，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无论是秦大队长还是试飞大队的每一名同志，只要我在，您担心的事情就不会发生。等到正式着舰了，我要给他们立军令状。你刚才说的，我可不可以理解为是你给自己立下的军令状？首长这是在逼我立军令状啊！好，我向首长保证，如果秦大帝同志出了问题，拿我试问。那我就放心了。走了。首长再见，再见，首长再见。再见。秦大队长，听见了吧？赵伟，首长让我立了军令状，你要是出了问题，拿我试问。你是不是也要给我立个军令状啊？刘主任，我不一直都听您的吗？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还不行吗？不行，除了你，全大队每一名试飞员都得给我立军令状，保证规规矩矩的，不捣乱，不犯倔，听我们分队的指导。尤其是你要身先士卒，给大家做个表率。哎，否则我就向首长告状，让你停飞。别，刘主任，千万别！您可真把我吓着了。没想到刘主任这么厉害。我这么做也不是为了我自己，也不是为了你们某一个人。我那么严格要求你们，还不是为了让你们早一天完成任务啊？我有一个想法，咱们一起努力，创造一项世界奇迹。奇迹？不是说每个航母国家在攻克舰载机起飞和着舰的过程当中都面临很高的风险吗？咱们只要做到没有人牺牲，就是创造了世界奇迹。好，刘主任，您就放心吧，您发话，我们一定照办。好，说到做到。这就跟我过去做一次全面测试。哎，刘主任，我们不是刚做完测试吗？这还不到1个月呢。首长刚说了，现在已经进入了最关键的时刻，我们医学支援也进入了战备状态。从今天起，2天做一次普查，发现问题立刻解决。你，跟我来。去吧。哎呀，去吧。你看见了什么？雾，好大的雾！动摇，我是栋梁，雾太大了，看不清，连海面也看不见。别着急，你是最棒的，你能冲过去。动摇，我是洞三，发现航迹。燕山，我是洞幺，发现航母，准备着舰。哎，稳住，你能冲过去。过去了，你就把飞机慢慢的降落下来。
刘主任，我怎么了？你挺好的，棒极了。首长，来吧。怎么样，刘主任？我没事吧？没有，挺好的。那好，没问题，那我就走了。哎，等等，小王，到。你先出去一下。是。坐吧。好。秦大队长，我们要好好谈谈了。谈什么呀？你这么说，让我很紧张。你有心事啊？我有什么心事？不是说上次都治好了吗？还有什么心事？有时候首长过分关心下属，并不是一件好事儿。比方说今天吧，首长就压根儿不应该来，就算来了，也不应该说那些话。首长说什么话了？舰载机试验试飞，真的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是。虽然首长没有再说不允许有人牺牲，可是你心里把这件事儿看得非常重。你不要回避，我就事论事。你从试飞一开始就不相信完成这项使命会没有人牺牲。你心里想的是，无论什么时候遇到什么情况都要自己先上。如果有人牺牲，第一个牺牲的就应该是你。你甚至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挑选和培养自己的继任者，对吗？刘主任，这个问题我可以不回答吗？你不回答也是回答。秦大队长，你是不是到了今天愈发认为，如果到了最后发起总攻决定成败的时候，一定要有人牺牲的话，那么第一个牺牲的就应该是你自己？对不起，刘主任，我再重申一遍啊，我和我们的支援对象之间的谈话，对外是绝密，但是你和我之间，一定要开诚布公。好，刘主任，我是试飞大队的大队长，论年龄，我是他们这些人的大哥。如果为了完成任务，有人要去面对牺牲的话，为什么不可以是我？而且，接着说下去，都说出来，这样我可以更加的了解你，知道怎么来帮你。而且首长选择让我来做这个大队长，是因为我比别人更有能力去应对每一次面对牺牲的考验。我选择第一个冲上去，并不一定会牺牲，而换做另外一个人就有可能会。你只说了一部分实话。当然了，我也并不能保证我每一次都能化险为夷，但是我确实是这么选择的。就像刚才说的，如果连我都扛不过去，那么我还能相信谁呢？我明白了，咱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好在那个时刻还没有到来，你们现在只是在巡舰，没有真正的着舰，一切都还来得及。什么还来得及？帮你解决问题啊。刘主任，我觉得这不是问题。看到有可能的牺牲，并且勇敢地面对，并想办法战胜它，我一直以来都是这么过来的。你说的不错，可首长和我要的不是牺牲，无论是你还是试飞大队的每一名同志。真能做到这个就太好了，但是万一不能呢？我们所有的科学实验不都为了解决这一个问题吗？为什么不能？如果真的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的心里就没有压力了。刘主任，那我走了。相信自己，相信我们，你们一定能圆满完成任务的。谢谢。儿子啊，你太厉害了！
孙主任说你的方子还真行哎，但剂量他要调整一下。妈妈现在去医院给你拿药，要不让小薇阿姨过来陪你啊？不用了，我在家里等你就行。那行，有事儿你给妈妈打电话啊。好，你是妈妈的骄傲，儿子。谢谢老妈。啊，明白了。什么？来个摄制组啊？不是，我们这边还早着呢。好，再见。你跟谁通电话呢？这首长的电话都打不进来。海军来的电话啊，说要来一个什么摄制组啊，跟拍整个起飞着舰的全过程。我说还早着呢。首长什么指示？啊，首长指示下一步要进行巡舰和通场试飞，要多给谢振宇和于涛机会。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谢振宇和于涛认为有必要，可以有选择的进行探索性的试飞。不行，我就知道你会有这个反应。我认为首长的指示是有道理的，而且我也认为还有什么指示，你都说出来。我认为这也是你一直以来的愿望，从我们试飞大队刚刚组建那天起就有的愿望。你不要用这种话搪塞我。只要我在这当1天的大队长，就得我说了算，不然的话，请首长换人。就你这臭脾气，你以为首长不想换你啊？你什么意思？我是说，首长刚刚再次拒绝了进行队内空中竞赛的提议，重申了你才是大队长兼第1试飞员，这下你满意了吧？首长还说了，他的指示也要同时传达给谢振宇和于涛。想不通是吧？想不通那就晚上好好想，等你明天早上睡醒了，你就想通了。行了，我走了。儿子，妈妈回来了。秦毅，妈呀！听到声音怎么？没事，来，咱从这边过，咱从这边过。秦毅，刘主任，压力过大，我能够理解。我们要想办法缓解秦大帝的压力。对，他们的心理支援可就靠你们了。好。喂？什么？秦毅又休克了？你是哪位？哦，你就是李院长，有生命危险吗？李院长，这样，你今天晚上马上把孩子送到北京去。怎么去？凌晨1点钟有一架便机从临海起飞，你带着孩子把他送到海军总医院去。好。给我接海军总医院的徐院长。徐院长，我是老一。哎，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秦大帝的儿子秦毅今天晚上要送到你们海军总医院去。对，你要组成一个专家组，给我攻克，不攻克10000年都是不治之症。对，一定要想办法。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这件事情要保密，不能让秦大帝知道，也不能让试飞大队的试飞员知道，这是纪律。谁违反了，我处分他。嫂子，孩子怎么样？严不严重？嫂子，你别着急，要不要给秦大哥打个电话？先别打。嫂子，孩子这么严重，不让大哥知道吗？别让他分心，
不到万不得已，先别告诉他，青衣会没事的。这么多关都闯过来了，一定会没事。嫂子，别难过，咱过去休息会儿。走。小然，吴老师，青衣怎么样？您别着急，我们接到命令，现在带孩子马上飞北京。您放心，没事的。怎么飞北京了？怎么飞北京了呢？ 嫂子，放心，孩子会没事的。首长，晚上好。您怎么来了？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刚做完飞行计划，马上休息。首长有什么指示吗？刘主任跟我说了你的情况，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对你的队员们有信心。虽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但是不一定非要牺牲，那么多难关我们都闯过来了，最后也不会差。首长，我们有信心。好，我一直为你们感到骄傲。谢谢首长。那好，明天好好表现。 是。走了。同志们，稍息。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进行双击编组巡检试飞。第一，要在各种气象条件下在海上寻找航母的航迹；二，发现航母之后靠近航母，然后进行通常飞行。我们之所以要这么做，就是要尽快熟悉海上行进中航母特殊的着舰环境。我再重申一句：第一，要发现航母的航迹；第二，发现航母进行高度通场。 同志们，有没有忘记我们之前的目标？没有，没有就好。有句老话，叫“行百里而半90”，这是最后的决战，也是最难的攻坚战。还是首长的那2句话：第一，只争朝夕；第二，科学精神，万无一失，滴水不漏，要排除万难，不怕牺牲，争取最后的胜利。大家有信心没有？有。说一件具体的事情，发现航母。 进行通场练习，一定要保持高度在200米以上。按照试飞顺序，由我和江海进行第一组双击试飞，其次是于涛和辛振宇，再其次是耿建林和康延成。下面我宣布，于涛到，辛振宇到，2位同志留下，其他同志立即登记。是。加油，队长！我想把你们2个留下，单独谈一谈。 我知道昨天政委向你们传达了首长的指示，指示我执行。但是我要重申一句，你们俩要做任何试探性试飞，必须征得我的同意。没有我的同意，不允许擅自行动。这是我的命令，听明白了吗？明白。登记。是。我没听错吧？刚才他说咱们可以进行试探性飞行，怎么样？有请各位。这就等于咱们手里捏着免死金牌啊！ 试一试，那是巡检，还是通常试飞？哎呀，巡检咱们已经完成了，现在是要试一试在各种高度情况下通常试飞可能碰到怎样的气流影响。降，200米以下高度，
你选择一个，我选一个。可他让我们报告，那就报告呗。报告得讲究实际，你懂我意思吧？行，明白。动摇，今天的海况非常不好，雾很大。不是不好，是很好。很好。对，正好可以利用这样的气候条件，训练我们如何巡舰。陆巴明白。动摇，我是洞八。8点钟方向发现航迹，8点钟方向发现航迹。目测长度，估算吨位。长度1.5到2海里，吨位5到8万，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的大船。好，降低高度确认。洞八明白。动摇，我看到了，航迹前方就是我们的大船。冲过去。瞄准中心着舰点，进行200米高度低空通场，注意高度确认。洞八明白，高度200米。动摇，实在是太过瘾了！我们进行了中国舰载机在中国航母上空的第1次通场飞行，东宝，好兄弟，祝贺你！谢谢动摇，同样也要祝贺您，我一定会牢记住这一刻，在中国航母的成军史上，也有了我的第1次啊！舰长，政委又飞过来2架。来了，你说他能不能看着我？飞这么低，这是低飞通场练习了。可以报告了。动摇，动2报告，动2、动3，请求适当降低高度，各自通场1次。动2、动3，可以，适当降低高度可以，但不能过分降低高度。动2明白，动3明白。我先来，150名，通场1次。祝你成功。漂亮！队长，什么是低飞通场练习？我也想知道。队长，快说一下吧。低飞通场练习就是舰载战斗机以低空甚至超低空的由航母的后部飞入，并从空中通过甲板。这个训练的主要目的是让飞行员熟悉航母进场程序以及迫近航母时的危险环境。除了通过不断的训练让飞行员适应舰载机下降过程中的复杂程序以外，最重要的是让飞行员适应迫近航母时的巨大心理负荷。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称，这叫心理代偿训练。也只有通过了这个训练，消除飞行员的心理障碍，找到安全的着舰方式，才可以正式着舰。所以通场练习就是为了正式着舰做准备。所以大家要加油了啊！离舰载战斗机着舰的日子不会远了。队长说的对，我们要加油，争取留在舰上，亲眼目睹中国舰载机在中国航母上的第1次起飞和着舰。对，好，走了，去工作，赶快工作，走了，快。太威风了，是啊。睡不睡？工作吧。走，走了。
动1、动1、动2报告，动2、动3，请求再各自进行一次低高度通场试飞。动2、动3，请求再各自进行一次低高度通场试飞。为什么还要再飞一次？低高度通场试飞，高度是多少？动2报告，刚才高度150米，完全感受不到航母上真实着舰的环境，尤其是气流对着舰的影响。你想飞多少？动2请求飞一次30米高度。30米太低了，你们各自飞一次120米，执行吧。动2明白。动1、动1，动3请求与动2双机伴飞，动3请求与动2双机伴飞。保持高度，注意安全。动2明白。动3明白。谢振宇，谢疯子，他这样飞太危险了。这舰上没有做任何的准备，出了事儿就是大乱的。他这个人就是这样，老毛病不改，个人英雄主义。首长，我要去向秦大队长汇报，阻止他这么飞。政委，我觉得舰载机上舰的时间要比原计划会提前，所以我建议全舰开个动员会，你觉得呢？可以。走。50米通场的诀窍啊，就是心无片语，静如止水。谢立宇，给我站起来！好你个谢振宇啊！你想干什么？我问你，150米高度通场试飞，我事先有没有跟你讲清楚？讲清楚了。讲清楚为什么要明知故犯？前面的200米高度，你飞150米，我后来答应你可以飞120米，你飞50米，你把高度降这么低，万一飞机失控砸在航母上，会出什么样的乱子？你眼里还有没有组织纪律？大队长，我想说明一下。你想说明什么？你想说明你这么做是有道理的，是不是？首长给了你和于涛有自主权，可以探索是非，但是之前我怎么跟你交代的？怎么跟你约法三章的？我说做任何事情，事先都要向我报告。你知道不知道什么叫令行禁止？你是不是个军人？是不是？是。是。你还知道你是人，那你为什么不遵守？今天在这儿，我不想听你解释，我只想听你检讨。当着我和大家的面做深刻检讨，说说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于涛，你想说什么？大队长，政委。起来，谢立宇。我还没让你做呢。说。今天的事我也有责任，我也要做检讨。我跟谢振宇是双机编队，我是长机，是因为我的工作没有做好，才造成了谢振宇同志私自违抗命令，擅自降低通场高度。虽然我们之前向大队长报告过，大队长你也同意了，我们可以飞120米，但我还是犯了错误。我第一次飞了120米，第二次是100米，安全是安全的，但是效果不好。为什么不好？还是感受不到舰岛回旋风和航母高速航行中斜角甲板侧风对着舰带来的影响。那也不能蛮干。起立！首长，首长，您怎么来了？坐下。坐。我宣布一项命令，为了更好地执行下一阶段的试飞任务，我决定接管试飞大队，直接领导你们的工作。我要强调一点，秦大地同志还是你们的大队长，
他下一阶段的任务主要承担第一试飞员的工作，大队的管理还是由他说了算。我管什么呢？我管你们的飞行安排，你们谁干什么，谁不干什么，都由我说了算。听清楚没有？清楚了。掌柜，这不会是因为我吧？都快气吐血了，还跟你没关系呢？哎，感受到见到回旋风没有啊？我感受到回旋踢了。什么情况？首长，请等一下。首长，我是不是犯错误了？没有啊。没有？为什么？什么为什么？我替你接管几天试飞大队不行吗？啊？你不是一直要当第一试飞员吗？我满足你这个愿望，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是，服从组织安排。可是服从就行了，可是就不必了。作为第一试飞员，我要给你提出一个特别的要求，无论是作为大队长，还是第一试飞员，你都要给大家起到一个表率的作用。现在巡舰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我们下面要全力的投入到通场练习之中。在正式着舰之前，你们还有很多的试飞任务需要完成。首先要完成由高到低不同高度的通场练习，在熟悉海上大环境的同时，还要熟悉航母上的小环境。通场练习完成了，是逃逸复飞练习。逃逸复飞完成了，才能考虑进行第一次正式着舰挂锁和第一次舰首起飞。这一切都完成了，你们试飞大队和你这个大队长的使命才算完成。明白，坚决执行首长命令。不早了，首长，吃了饭再走吧。是啊，饭就不吃了，我要赶回航母上去。以后我天天待在航母上，指挥你们通场训练。你这个大队长我还没有撤，管理上的事儿还是你的，出了问题，我找你试问。是。看我干什么？我有什么好看的？我看你心里有点得意啊。首长不仅没有提你的职，还替你当起了差。你现在可以一心一意继续当好你的第一试飞员。背后啊，有人给你撑腰了。首长怎么想的，我不知道，我也不明白。但是我知道首长英明，他把我身上的担子减轻了不少。啊，对了，谢振宇和于涛的事情我是处理不了了，还是由你向首长报告吧。错，你还是大队长，要报告也是你的事儿。赵文，赵文，大队长，去把谢振宇给我叫来。是。大队长，你到底犯了什么事儿啊？让总指挥把大队长都给撸了？你怎么这么多话？快去！大队长，不是我多管闲事儿，我是替你不服啊！你说你大队长都干到这个份上了，还让他给撸了，你说以后谁还敢给他干呢？给谁干呢？当然是给总指挥啊，不是，给海军干呢。往下说，总指挥给谁干？海军又是给谁干？大队长，都说你平时不做思想工作，我觉得他们说的不对啊！我去给你找谢振宇，你等着啊！谁说我不做思想工作啊？思想工作是我军的看家本领，什么叫我不做？报告，进来。大队长，对不起，我现在
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大队长。我下面所要对你说的话，就是传达总指挥的指示。第一，你跟于涛这种行为属于违纪，按照规定应该给予你们严重警告处分1次。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明天大会就要宣布。是。第二，在明天的大会上，首长让你们俩讲一讲低空通场的感受，有没有发现舰岛回旋风、甲板斜风，还有舰尾声震气流对捉舰的影响？这我恐怕讲不出来。真要让我讲的话，那就让我多飞几个架次。你冒险飞了2次了，你们俩，尤其是你，还觉得不够吗？我这2次通场用的是正常巡航速度，不是钥匙飞行。就算有点感觉，那和日后的逐渐飞行也不沾边儿。走。是。振宇，你认为下一步我们该怎么飞？我认为，应该按照我们在陆地上试飞的逐渐程序进行通场试飞。遨游在远海大洋，守护在海空一线，飞沙勇士驰骋海天。当起飞就是迎敌，让升空就是作战，箭在胸臆，决胜海天。每一次起飞降落，承载着几代人的期望。因强军而生，为强军而战，忠烈智慧使命在肩上。海天雄鹰，振翅翱翔，不计长空，展万里海疆。梦想。